还好吗？送我回妈妈那儿吧。你爱吃的荷包包，还有烧麦。还有酸果呢。啊。小冉姐，你下次帮我说一个，我都跟他说了，这个彼岸花他得帮我教一下，他就是不帮我教。你指望他？哎，确实，没见过他这么懒。哎，你说他现在会不会在看你呀？现在应该不会，这会儿估计在做手术呢。但是他会看我一胡个。真烦人，一直监视他，不归光。还看？请进。王院长啊，小峰啊，这么早找我，有什么事吗？有一位18岁的患者要做人工心脏手术，想向您汇报请示一下。哦，盛年说他一会儿也要找我说这事儿，我现在就叫他来，你们两个一起说。请盛主任到我办公室来。你们两个人谁先说呀？手术在即，又是东丽的第1台人工心脏手术，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周主任，您还有什么不放心的吗？王院长，您是这方面的专家。会诊的时候我已经说得清清楚楚了，这次手术我亲自主刀，所以选择什么样的产品，我自有安排。既然主刀是盛主任，我们就尊重他的方案吧。王院长，还有其他的什么吗？刚好，今天周主任也在，我来也是向院长申请。虽然说这个患者之前是心内接诊的，但为了后续管理方便，干脆直接转到心外科来吧。心脏中心的惯例，收诊负责制，心内收进来的病人，当然算心内的。特殊情况特殊对待，人工心脏这种高精技术本来就是以我们心外科为主，我们出了9分力，但病人还在你们科，这不大合适吧？病人从入院开始，不管是评估、诊断、用药、治疗方案，全都是我亲力亲为的。那现在不是到了关键时刻了吗？还是得看核心技术在谁这边。现在的关键是怎么治病救人，保证病人的安全。手术还没有做呢，你们两个大主任就坐在这儿开始争功，你们不觉得吃相太难看了吗？王院长，绩效可以全部算心外的，但是病人必须留在心内。你们两个听好了，这是我们医院第1台人工心脏手术，医院要求的是顺利成功，至于后续的事情，以后再说。
看是不是又要办校庆了？大横幅都拉出来了。哦，你们学校今年不是130周年吗？到时候我就不出席了啊。嗨，我听说那个左氏致密化不全的那个男孩，同意做人工心脏了。嗯，同意了。哦，那是不是就已经确定了这个手术就主任自己做呀？你盛主任要是上，谁敢来呀？那没毛病，可能也是我自己养成习惯了啊。就是自从林毅来了动力之后，就是所有的开创性的手术，在我潜意识里边，就觉得理所应当的都得是他做，别人不行。我也想不明白啊，林主任碰到这种手术肯定手痒啊，这次怎么就不感冒呢？不过话说回来，盛主任技术上也不错。那肯定，那肯定，盛主任的技术肯定是没问题，但是就是，嗨，你懂。林主任，杜岩的手术是安排在周4吗？我不知道。那您知道盛主任选了哪款人工心脏吗？跟你有什么关系？我上博一的时候受过一次很严重的伤，在 ICU 里住了1个月，因为我救了一个孩子。但那个孩子的家人对我没有一句感谢的话，反而质疑我，埋怨我。我那时候对自己充满了怀疑，甚至做医生的信念都崩塌了。直到后来，我浑浑噩噩地回到学校，无意间坐到了学院报告厅的角落里，听了一个人的演讲。当时那个人在台上说，虽然人生充斥着无常，我们无法左右所有的事情，但作为医生，救一个就赚一个。作为医生，我自己坚信，救到一个就赚了一个。很多事情我们无法左右，但我们一定要保证，在面对病人的时候，我们要倾其所有；面对病例，绝不能妥协屈服；面对手术，一定要全力以赴。只有这样，即便最后失败，我们也可以毫无遗憾地记住他们的名字，和他们相处的时光，继续前进。你到底想说什么？我想让你给杜岩做手术。跟我有什么关系？但就是那次演讲，才让我重新想起来，我为什么选择学医，为什么想做一个医生。你自己都忘了吗？那张条娥呢？她从楼梯上摔下去，我没有扶她，你狠狠地骂了我，你说我不配穿身上这身白大褂。是你让我觉得只做一个医生还不够，还要做一个有爱有温度的好医生。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明明知道杜岩的手术需要你，你为什么无视他？菜都放冰箱里了，你要吃的话，微波炉叮一下。还有米饭，就在电饭煲里开好预约模式了。知道了。知道什么呀？记得睡午觉。今天预报有雨，就别出门了。知道了。拜了个拜。知道了，大啰嗦。拜了个拜。
那时候的你，只要对病人有一丁点的不好，你根本容不下的。可这一次呢？为什么？你知道的，我费了很大的力气才让杜岩重拾生的意志。我真的希望他可以得到最稳妥、最安全的治疗。你还在逃避，你没有走出来。车的挡风玻璃之所以会比后视镜要大，是因为眼前的未来总比已逝的过去要重要。杜岩的手术，能不能让我来做？为什么？因为我想做。你也觉得我的手术方案有问题？没有。但我觉得我的手术方案风险更低。我平时对你是不是太好了？你这么跟我说话？我告诉你，我是心外的科主任，是这台手术的主刀，手术方案我说了算。主任，这个听明白了吗？等等。我回国前是不是就已经明确拒绝过你们那个丈夫了？你们怎么又去骚扰林主任，账务注销？否则我直接终止东丽心脉跟你们公司所有合作。哎，明白明白，实在对不住啊，盛主任，是我们考虑不周。这个问题我帮你解决了，这个销售不会再来找你，你把他联系方式删了吧。我没有他联系方式。出去吧。谢谢主任。杜岩昨晚情况又不太好了，哥，我最近一直在想张教授说的话。如果我们能够找到这么一种传染效率高、毒副作用轻，靶向心肌细胞的特异性又非常好的这么一种纳米颗粒，当然还不能有脱靶效应。这样的话，也许真的就能够尽量多的修复心肌细胞的基因突变。如果我们能够找到他说的那种纳米颗粒，我们在面对杜岩这种基因突变导致的心疾病，还有林毅头上的那把剑，就不会像现在这样束手无策。是啊，可那谈何容易啊！他说未来回来，但杜岩的情况根本等不到。盛主任还……账户已经托盛主任退回去了，也保证不会有后续。杜岩的手术我也跟他争取让我来做，但盛主任坚决不同意。
杜岩，杜岩，这不是刚拔管吗？换面罩戏啊！好。谢长仪来了。13床杜岩突发急性心衰，紧急呼叫评估。投入，鼓励跨学科的合作，力争在重症感染、多器官的功能保护等方向取得更多突破性的成果。二是加快特色亚专业建设，重点发展重症神经、重症心血管、重症创伤等亚专业，打造学科亮点。三是完善人才培养体系，通过导师制。盛主任出差了，正在飞机上。准备再次插管。别紧张，杜岩。是不是妍妍呀？床旁心潮提示心脏收缩差 ，EF27，而且氧合也越来越不好，只能先插管了。盛主任不尽兴。我刚刚落地丽江，最快一班回东江的航班在1个小时后。无论如何把他维持住，等我回去。实在不行，跟家属沟通一下，再上一次 ECMO。我一到立刻手术。那这样算起来还要等好几个小时。主任，他现在的情况，药物能维持住吗？您看，要不先上 ECMO。为了几个小时的等待，2次上机，创伤风险会很大，而且病人还要多花1次 ECMO 的费用。不等了，病人的情况需要立刻手术。换主刀，用国产那款，交给我。监护室这边我也会做好准备，所有责任我来承担。做准备。好，别说话，天塌下来我顶着。好，我知道了，你等我消息。喂，高总，东丽医院那个人工心脏的手术现在情况有些变化，还是需要您的产品。您现在在公司吗？行，我马上过来。杜岩人工心脏手术，能来的扣一。大哥，盛主任说他已经往回赶了，你知不知道你自己在干什么？你不怕死，我还怕死呢。我有老婆孩子得养。再说了，大家伙。真是欠你的。多少次抉择，过时，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赤子的心跳，再救救我！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划过，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来时我们颠簸，去时命运都开阔。赤子心跳就是。
产品呢？西班牙那款，盛主任昨天就让厂商送过来了，在设备室里。国产的呢？国产的马上就到。大家能聚在这儿，是对我的信任，但产品一到，手术就停不下来了。我想最后再确认一下，你们真的愿意和我一起做这台手术吗？这台手术情况特殊，我也不知道做了之后会面对什么样的后果。你们有顾虑，我也理解。别废话了，林主任，咱们人都已经在这儿了，干就完了。林主任，我们跟着你干。产品到了。夏老师，王老师，拜托你们了。开始。主任，主任调好了。泵卵出口的手术切口一定要小，以便于愈合。隧道到。隧道尽量前行于肌肉层的10到15厘米，预防感染。电呢？测试血液动。这边准备好了，开机。开机了。运行正常。拆电池。备用电池运行正常。关机。关机。建立体外循环。收到。小周，准备预充排气。进针出针都这么精准，严丝合缝的，林主任真的是第一次吗？他参加过培训，也在外院观摩学习过，但正式主刀的人工心脏，确实是第一次。那
大神就是大神啊，对吧？主任，院长那边开完会了。真漂亮。心尖部位的缝合是最关键的操作。我们先用传统的间断缝合，边接完成后再加一层连续缝合，可以防止术后心尖部位的致命性出现。血液泵，人工血管。天明，打开强心药。调整床头低位，骨肺。好，乔老师缓血，外线管加大吸引。收到。可以。恢复关注。转速1500，启动血液泵。收到。乔老师，保持基础流量辅助。收到。调低流量，2升每分钟。现在流量每分钟2升。转速1800。好的。接下来就交给人工心脏。体外停机了。右心室运动幅度下降 ，HPC 只有3毫米，心肌几乎不收缩。是急性右心衰。又是急性右心衰。上回鲁大东心脏移植的时候也是急性右心衰。不一样，上次大东是有肺动脉高压，供体右心顶不住肺部的血管压力，这次是杜岩自己右心功能差，没法完成肺部循环。重开体外循环，加大引流。全流辅助。右心室负荷过载了，
血压还在降，50/35，我先推20微克去甲肾上腺素。主任，那现在怎么办呀？虽然人工心脏已经安装好了，但林毅现在面对的难题是，要想要成功脱机，就必须把体外循环的工作完全转移给患者自己的心脏还有人工心脏上。这需要整个团队多方精密的配合。怎么样？中心静脉压降到10，血压升到85/50。右心室运动幅度略有恢复。准备吸入1氧化氮，剂量20 ppm， 扩张肺动脉，减轻右心负荷。好，泵注米利龙，联合肾上腺素，去甲肾上腺素，务必把右心撑起来。没问题。右心收缩功能好转 ，Type C 有10毫米以上。减流量，准备2次换血。2次换血的容量压到多少？先换100。收到。肖老师，麻烦你关注一下室间隔，控制一下人工心脏的转速。没问题。中心静脉压稳定在10个，心肌运动越来越有力。准备2次停机。开始2次停机。血压98/70，心率98，各项指标都在正常范围内。停机成功。林主任好厉害，让我手里看。太厉害了！晨晨，把叶思叫进来。叫我吗？好。等一下。让他洗手。收到。喂。好。主任。去吧。我马上来。长命百岁。林主任，这台手术你来收尾，救一个就赚一个。刘栋、小朱，他如果做的有问题，我找你们俩算账。行了，你放心做，天塌下来，他顶着呢。相信你，来吧。
主任，关胸关的还行。介绍一下，这位是方医生托我请来的，咱们医院重症 ICU 的季主任，我曾经的老战友，也是重症监护的大神。护士长夸张了。这位是我们的主刀林主任，这位是我们的周主任。林主任久闻大名。接下来要辛苦大家，我们一起努力护好这个病人。辛苦季主任坐镇，人工心脏术后监护危机四伏，呼吸、循环、神经系统、心功能、肾功能都要密切监护。这是我们动力第一台，有您在，我踏实多了。这2天我们还有很多难关要过，排好轮流值班表，床边1秒都不能离人。明白。这48小时，我和护士长都会一直在，还有工程师肖老师也会陪着我们。注意心排量不要太高，维护右心功能。好的，林主任，我盯着呢。目前循环和心率都是稳定的。贝贝姐，CVP 需要维持在6到12毫米汞柱。好。我在通道里遇到盛主任，他什么反应？我不知道，我没敢看他。陈主任那边，你别出头，责任我来担。刀是我开的，你担什么责任？至少把人保下来了。其他的也就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加油！你的不见不散，还有生日礼物，都在等着你呢。方医生，你们监护室每个病人床前都有这个吗？对，不错。杜岩的手术能不能让我来做？手术在即，我觉得还是有必要再讨论一下人工心脏的产品方案。接电话呀，我的姑奶奶！好香啊！我看你微信步数都12000多步。哦，那么多啊！怪不得，我都已经感觉不到我2只脚的存在了。辛苦了，多亏有你，要不然完成不了医院的灵采。不辛苦，还好有惊无险。哎，林主任是怎么想通的呀？愿意做这个手术？我也不知道，但我希望他这一次是真的想通。我反倒比较担心你，盛主任肯定不会善罢甘休的，你又夹在秦雄跟他之间，会更难办。不难办，都是我们公司代理的产品嘛，顶多就是个利润差距而已。秦总他不会把我怎么样的。吃饭，跑了1天了，是真有点饿了。
这个枸杞是我特地给你泡的。多少次抉择，不过是在兑现一场梦。当初的执着，像一首还没唱完的歌。我回来看看世界，还有多少善恶在焦灼。你在哪儿，我就知道，风雨只是经过。栀子的心跳，从来不曾示弱，一生双手缝合在破碎的星河。那数过的伤口，触摸过的黑暗，还是我们哭过，去世就要微笑着。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棱角留在最后顽固的紧握。你光划破黑夜，我想总有一个你会治愈我。最怕的不是路太远，是忘了为何活。栀子的心跳从来没有如果，一双双手缝合在坠落的花火，用全力去拼搏，才听懂那脉搏，来使我们颠簸，去使命运都开阔。栀子心跳就是需要人把拥抱留到最后，也不染成垢。世界再多路口，我想总有一个你会并肩走。新的故事要说。